中国青年人逃离北上广，迁往小城市、县城的浪潮近年来越发高涨。这不啻是一股逆城市化运动，折射出当下中国就业困境和社会发展困顿的种种阴霾。国家经济持续低迷，职场竞争剧烈殊死，政府高压管控无所不在，年轻人备受折磨，极度绝望。从躺平、摆烂这些网络热词，到最新发展出的4不青年和10不青年，仿佛在嘲讽着他们的处境有多么悲惨无助。分析认为，当下中国缺乏给予年轻人合适的创业环境与机会，反而不断加重他们的负担和压力。太多残酷的教训已使得年轻一代丧失了梦想，除了被迫接受躺平和摆烂，他们别无选择。教育咨询机构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，2018年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县城就业的比例为 20%， 到了2022年，这一数字已攀升至 25%。同期县城就业大学生的月收入从4640元增长至5377元。看似喜人的数字，却掩盖不住年轻人对于现实就业困境的无奈和失望。这份调查啥也不是，简直就是张口胡诌。重庆某高校应届毕业生小刘愤怒地说，官方数据和我们的切身体会相差甚远。要知道，我们这一届50个人，到现在能找到工作的还不到25个。小刘原本梦想着踏入旅游行业大展拳脚，但在重庆主城区服务业的师兄师姐们，月薪也就2000至3000元。而在重庆县城镇，同行业的月薪更只有1000至1500元。县城的工作机会太少，产业也非常单一。除非你是体制内的人或者有关2代这样的背景，否则几乎很难获得好的就业机会。小刘自嘲地说，我们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完全没有筹码能改变现状的资本。不少有志青年也曾怀揣着通往北上广的梦想，可由于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就业竞争的白热化，大多最终不得不黯然撤离，转战2线城市。来自东北农村的北漂族小张，婚后在北京打拼6年，终于攒够了首付。但他说，留在1线城市靠自己的本事是很难混出个什么名堂的，这里非常看重关系，各种机会全是通过关系网在流动。我们这些社会新人哪有这等人脉可用？就在不久前，小张一个北京朋友也因为公司外包被遣散，迫于生计无奈之下，暂时回到老家。北京月入1万块钱看起来不少，可扣掉高昂的房租和生活费，能攒多少钱？小张无奈地说，所以大多数年轻人只能勒紧裤腰带，在北京苦撑几年，然后再转战2线城市，那里生活成本相对能接受些。北漂不易，南漂也是如此。曾在上海工作过的小李说，那里的生活压力太大了，上班加班是家常便饭，即便工资可观，钱还是很快就花光了。再加上外资公司撤离的影响，他也开始考虑返乡或转战其他城市发展了。30岁往往是许多年轻人对未来生活进行重新评估和选择的分水岭。这个年龄，有的人基于家庭因素服从父母的期望，回到老家谋职；有人则由追求高薪转为追求生活品质，期望在小城更惬意的生活节奏；也有人看好小城市的发展潜力，选择在那里自我实现。但归根结底，促使这股青年人外溢北上广的根源还是就业困境。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创始人对此很有发言权。他表示，疫情之后，中国1线城市日渐没热闹，缺乏发展新动能，机会越来越少。外地年轻人留在这些城市发展的可能性也在降低。就业形势对年轻人而言，的确是燃眉之急。近几年，由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外资撤离导致就业岗位骤减，1线城市曾经充沛的就业红利也在消退。业内人士分析，疫情之后，
中国一线城市缺乏发展红利，外包和降本增效带来的裁员使就业形势雪上加霜。这股寒潮势必还将持续一段时间，不少行业的机会恐将就此荡然无存。因此，不少原本把北上广视为理想之地的年轻人，现在也开始三思而行了。然而，撤离北上广或前往小城市，并非什么诗意的田园生活。相反，下沉市场的就业困境同样艰难，比如生存环境、薪资待遇、职场氛围等，这些都是下沉市场难以与大城市抗衡的短板。一名职业规划师说，下沉市场的就业问题还有较大的职业发展天花板，行业前景也不甚明朗。即便是在小城市和县城，想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也困难重重。要获得那里的好饭碗，进入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体制内几乎是最佳之选，但这需要通过极其残酷的考试关卡。考公务员就像勇闯地狱关一样，名额太少，竞争太惨烈。小刘无奈地说，我有个同学去年高考理科628分，可今年报考公务员却落了榜，你能想象这有多残酷吗？而那些进不了体制内的普通岗位，也面临着工资低、发展空间狭窄的尴尬处境。有知名企业的招聘数据显示，在3线城市从事计算机类工作，2年经验的薪酬也不过2000元。另一方面，落户下沉市场并非易事，要在那里安居乐业、建立人际关系网也是一大挑战。一位职场资深人士坦言，下线城市可是高度人情社会，里面的潜规则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新手村通常是弱者，在薪资待遇、职业发展等方面都很难获得实质性利益。有评论指出，下沉市场的就业前景和躺平也没啥区别。可就算是留在北上广，眼下的就业形势也同样严峻。今年以来，裁员减薪的消息在各大互联网企业此起彼伏，很多原本平步青云的年轻人突然间就沦为薛狗阶层。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，赶来北京、上海基本等同于自杀，这里除了疯狂加班，就是随时被裁员的威胁。小李说，对于底层年轻人而言，北上广依然是一座象牙之城，而下沉市场更像个火坑，进可攻退可守。一份报告显示，仅2023年，中国就有近4000万人失去工作，1500万人降低了工资水平。这样恶劣的环境，剩下的路是什么？很多人选择了躺平。小刘满怀愤懑地说，前景这么渺茫，连努力奋斗的勇气都没了。在中国，这个词原本只是一种斜阳下自我嘲讽的网络文化，但如今却切实地演绎为大批青年人的生存写照。2023年的一份媒体调查报告显示，中国超过60%90后和95后对未来感到彻底失去信心，不得不选择将就现状，开启躺平模式。中国社会极度失衡的教育资源分配，加上就业市场的不公，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迷失。中国社会学者张先生如是说，长期以来，中国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发达城市，而基础教育在广大农村地区长期被忽视，由此形成的人才分布失衡和发展不均，使得无数农村孩子在起步阶段就已被拖累。同时，户籍制度的壁垒也带来了就业市场的严重二元分化。户籍身份对于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影响如影随形。相比之下，体制外的企业岗位则普遍缺乏保障，加班加点成为常态。这种教育和就业的二元化糟粕，造就了社会资源极为不公的分配，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和配置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和阶层固化。这无疑是一代人的集体失意与绝望。在这片土地上，年轻人的理想与追求被无情蹂躏，他们的未来被掏空，生存的希望也渐行渐远。躺平
不过是被剥夺一切希望后的自我保护，是对这个扭曲世界的憎恶和控诉。但就连这最后的反抗与自我麻痹，也要被严厉的镇压和污名化。在这个自由与公正夭折的国度，我们的孩子们将成为彻底的牺牲品，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折磨。一代人就此失落，整个民族就此颓唐，未来将是无边的黑暗与绝望。